外交部22号透露，基于3点原则立场，中方就管控仁爱礁局势同菲律宾达成临时性的安排，双方同意共同管控海上分歧。南海局势会否就此降温？为何过去1年来频频在南海多地挑衅的菲律宾，现在意识到管控局势的重要性，而菲方针对临时性安排玩起了文字游戏，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7月22号，外交部发言人就中方就管控仁爱礁局势同菲方达成临时性安排答记者问。发言人强调，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中国对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主权。对于如何处理当前的仁爱礁局势，中方已公开宣布3点原则立场。第一，菲律宾派军舰在仁爱礁长期坐滩，侵犯中国主权，违反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特别是第5条关于不在无人岛礁采取居住行为的规定，中方仍要求菲方拖走该舰，恢复仁爱礁无人无设施的原状。第二，在菲拖走坐滩军舰之前，如菲需要对该舰居住人员提供生活物资补给，中方愿从人道主义出发，在事先向中方通报，并经现场核查后允许菲方实施运补，中方将全过程予以监控。第三，如果菲方运送大量建材上舰，试图建设固定设施和永久哨所，中方绝不接受，将坚决依法依规予以拦阻，以维护中国主权和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严肃性。发言人表示，基于以上3点原则立场，中方近来持续同菲方就管控仁爱礁局势进行磋商，并于日前就运补人道主义生活物资达成临时性安排。双方同意共同管控海上分歧，推动南海局势降温。中方的阐述首先批驳了菲方过去的一些错误行径，那么第二部分实际上主要阐述了实际上中国一直在处理仁爱礁这个问题上补给问题上基本的一个原则，那么实际上也同时为下一步菲方如果有在进行补给当中出现一些越界行为，它实际上是画出了一个底线，所以整体的完整这个表述实际上对未来双方在这个海上执法方面的一个规范，我觉得做了一个完整的这个表述。外界注意到，菲律宾外交部21号也发表一份声明，称就临时安排达成谅解。菲方表示，这是双方在7月2号在马尼拉举行的中菲南海问题双边磋商机制第9次会议期间进行坦率和建设性的讨论之后，经过一系列磋商后达成的。双方持续认识到降低南海紧张局势以及通过对话和磋商管控分歧的必要性。菲方声明还宣称，同意该协议并不影响各自在南海的立场。继本月初举行的中菲南海问题双边磋商机制第9次会议之后，近日中方就管控仁爱礁局势同菲方达成临时性安排。在今天的记者会上，面对法新社记者的提问，发言人毛宁重申了中方的3点原则立场。我注意到，对于中菲之间包括仁爱礁问题在内的涉海争议，中方始终致力于通过对话协商予以管控。反观菲律宾频繁与美国联合行动，挑动南海局势紧张，虽有机会对话，却往往未予重视或言行不一，即使对话举行，实质进展亦难期。发言人此前就曾指出，菲律宾不惜以牺牲中菲关系为代价，实际上已落入美西方国家的圈套，成为一些国家构建反华恶华小圈子的工具。值得注意的是，菲方22号还发布了另一份声明，其中玩起了文字游戏。这份声明宣称，菲方不同意在执行补给任务之前先通知中方的说法，并强调了菲方将继续在仁爱礁海域主张自身权利和管辖权。但在声明的最后，菲方也表示，协议是本着诚意达成的，菲方仍准备执行。事实上，去年下半年以来，菲律宾频频在仁爱礁及其附属海域开展挑衅行动，并多次拉上媒体上演闹剧。南海问题也因此多次占据一些国际媒体的重要版面。菲方企图以此向中方施加压力。面对菲方挑衅，中方作出强力反制，并多次公布现场视频和照片等证据澄清事实。6月17号，菲律宾再次违背承诺，派出1艘运补船、2艘充气艇非法闯入仁爱礁邻近海域，企图向非法坐滩了25年之久的马德雷山号军舰运送物资。面对菲律宾的挑衅行为，中国海警对非船艇依法采取警告拦阻、登临检查、强制驱离等管制措施，处置合理合法、专业规范。
事后，菲方还叫屈称中方没收了他们的枪支，并要求中国归还赔偿。这样的无理要求当然是自讨没趣。观察指出，中国海警部门全时戒备、严阵以待的应对态势，加上果断执法，对菲方起到了一定的震慑作用。6月下旬以来，菲方降低挑衅烈度，并在本月初与中方一起举行中非南海问题双边磋商机制第9次会议，最终达成临时性安排。双方实际上已经在过去几年形成了双边磋商的机制，这个实际上是为双方同时降温或者说是沟通呢，我觉得创造了一个平台。菲律宾的政策在高峰之后进行一个回调，可能主要还是要对国内一些民众的情绪做一个交代，后续仍然要看双方究竟怎么样来执行这个协议，也有可能看到中国展现这个实力之后的这种决心。第3点就是说，可能看来美国对他的支持的力度有，但是也比较有限。Bipartisan support that is so important for Israel. And I will tell my friends on both sides of the aisle that regardless who the American people choose as their next president, Israel remains America's indispensable and strong ally in the Middle East. 除了会见拜登，内塔尼亚胡还将会见正在寻求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美国副总统哈里斯。美国政治新闻网援引美国副总统哈里斯的助手和相关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哈里斯将于本周会见来访的内塔尼亚胡。该助手补充称，这一会面将与拜登和内塔尼亚胡的可能会晤分开举行。24号，内塔尼亚胡将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讲，这将使他成为首名面对美国国会两院发表4次演讲的外国领导人，打破英国前首相温斯顿·丘吉尔的3次演讲记录。民间反战呼声渐高，对坚持停以的美国政府形成舆论压力。美国民主党人对内塔尼亚胡的支持正在减弱，共和党人则积极推动邀请内塔尼亚胡来国会演讲。另据央视新闻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要求在本周访美期间与美国前总统特朗普进行会见。据2名了解情况消息人士表示，特朗普方面尚未正式确认，但预计会同意安排会见。双方的会见有可能在佛罗里达州举行，或者在本周稍晚时特朗普于北卡罗来纳州进行的竞选集会之后进行。据法新社此前报道，外界密切关注内塔尼亚胡是否会在访美期间会晤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或某个与特朗普关系亲近之人。内塔尼亚胡曾是特朗普亲密的政治盟友，不过在2020年总统选举之后，特朗普仍在质疑选举结果时，内塔尼亚胡就祝贺拜登胜选，令特朗普感到震惊，两人关系因此破裂。22号，哈里斯出席白宫活动并发表演讲，这是他获得拜登支持接棒竞选后首次露面。在演讲开头，哈里斯就提到拜登身体恢复得很好，并花大篇幅赞扬拜登，包括他的政绩和人品等。Our president, Joe Biden, wanted to be here today. He is feeling much better and recovering fast, and he looks forward to getting back on the road. And I wanted to say a few words about our president. Joe Biden's legacy of accomplishment over the past 3 years is unmatched in modern history. In one term, he has already, yes, you may clap. His honesty, his integrity, his commitment to his faith and his family, his big heart, and his love, deep love of our country. And I am firsthand witness that every day our President Joe Biden fights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and we are deeply, deeply grateful for his service to our nation. 随后，他的发言围绕着这场白宫活动的主题，并未多提关于自己或将接棒一事。但当晚，哈里斯在竞选总部发表讲话，并和拜登电话连线。这一次，他提到他们的竞选团队是一个整体，也会一起打这场硬仗，且一定会取得胜利。So in the days and weeks ahead, I, together with you, will do everything in my power to unite our Democratic Party, to unite our nation, and to win this election.
59岁的哈里斯来自移民家庭，父亲是牙买加裔经济学教授，母亲则是印度裔研究癌症方面的专家。他出生于加州奥克兰。哈里斯拥有法律学位，2003年当选为旧金山地方检察长，7年后获选为加州首名女性、首名非洲裔及首名亚裔总检察长。英国广播公司分析称，大多数民主党人转而支持副总统，这样做有政治和现实双重因素。哈里斯是法律规定的拜登继承人，而且对民主党来说，绕过第一个黑人女性总统身份光环的后果将非常严重，不利于获得有色人种女性的选票。实际上，哈里斯被认为十分圆滑。在竞选代表他的家乡加州的参议员席位时，为了讨好华人社群，他甚至给自己取了一个中文名字贺锦丽。2016年，他成功赢得加州参议员席位后，包括特朗普时期的前后2任司法部长塞申斯和巴尔，以及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人卡瓦诺，都曾在哈里斯的质询下哑口无言。I wouldn't. Yes or no? Could you repeat that? 2019年，拜登选择哈里斯为竞选搭档，并罕见在选举中与其深度绑定。时至今日，拜登的选举网站域名中仍有哈里斯的名字。外界认为，拜登强势给哈里斯赋能，为的也是栽培哈里斯这颗政坛新星。哈里斯也一直是拜登的坚定支持者，甚至有人认为他为了衬托拜登的光芒而一直避免出风头。近日，拜登深陷退选困境，哈里斯多次表态称有信心再次获胜。不过，对拜登过于顺从也成为政治对手攻击哈里斯的弱点。此外，特朗普也把哈里斯标志性的大笑作为攻击重点。I call her laughing Kamala. You ever watch her laugh? She's crazy. 特朗普曾多次嘲讽哈里斯的笑容，这也引起了一些批评。美国男演员乔恩·克莱尔发文称，特朗普及其支持者对一个能够感受快乐的黑人女性深感恐惧。哈里斯或将竞选美国总统一事也引发大量印度网民关注，他们期待哈里斯能够为印度人争光。他们认为，如果哈里斯成为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他将成为美国政治史上首位拥有印度血统的总统候选人。Okay. Is an Indian recipe. Yes. Because Yes. you are Indian. Yes. Yes. Okay, and I don't know that everybody knows that. But I find that wherever I go and I see Indian people at the supermarket, on the street, everyone's like, you know, Kamala Harris is Indian, right? It's like the thing we're so excited about to have you running for president. 拜登宣布退选后，英国、澳大利亚、德国、加拿大、以色列、乌克兰等国家的领导人纷纷发文向拜登致意，表示尊重他的决定。而此前已有不少国家主动接触特朗普团队。拜登宣布退选后，美国盟友的领导人第一时间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态。英国首相斯塔默称，拜登做出的是符合美国人民最佳利益的决定。德国总理舒尔茨强调，我的朋友拜登总统为他的国家、为欧洲、为世界做出了巨大贡献，多亏了他，跨大西洋合作才得以紧密，北约才得以强大。美国才是我们值得信赖的好伙伴。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则形容拜登是一个伟大的人和加拿大真正的朋友。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则表示，感谢拜登的领导和付出，澳美联盟从未如此强大。那么我想，这个美国的盟友对这个拜登表示祝福呢，完全是在情理之中啊，也在逻辑之中。因为拜登任内他的主要的外交的这个政策的用力点、着力点就是恢复或者重振美国跟盟友的关系嘛，所以，实际上美国的很多盟友还是乐见，这个拜登式的这种推动美国重返世界舞台，发挥一个比较有效的领导的这样一个做法。外界认为，对拜登退选最为紧张的人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他在一篇长文中写道：“永远感谢拜登在最关键的时刻支持了乌克兰。”还说，眼下欧洲局势仍具挑战性，真诚地希望美国继续发挥强有力的领导作用。本月19号，泽连斯基与作为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特朗普通电话，期间特朗普告诉泽连斯基，如果他重返白宫，将在24小时内结束俄乌冲突。对此，泽连斯基表示不满。If he wants to do it during 24 hours, the simple way is to push us to pay, because it's understandable how. It means just stop and give, and forget. We will never go on this. Never.
俄罗斯方面对拜登的退选反应较为平静。俄外交部发言人扎赫洛娃就此事表态称，莫斯科不干涉美国选举，也不干涉他们的内部事务，让他们自己解决自己的事情。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也表示，距离美国最终大选还有4个月，时间还很长，在此期间，很多事情都可能发生改变，我们需要耐心等待，仔细观察事态发展。他强调，俄方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开展特别军事行动。我想这次俄罗斯做法是正确的，就是比较谨慎，避免这个给美国人以干涉或者介入美国大选的这样的一个把柄被美国人拿在手上。另据日本每日新闻报道，针对美国总统拜登退选一事，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表示，日方将密切关注事态发展。报道还指，岸田表示，他相信拜登是从政治角度做出了最合适的判断。日媒报道称，此事可能对1个多月后举行的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产生影响，因为部分岸田文雄的亲信也在敦促岸田退选。据日本产经新闻22号报道，该报社与富士新闻网于20号和21号开展的联合民调显示，岸田文雄内阁支持率为 25.1%， 较几天前的调查结果下降 6.1个百分点，再次处于危险区域。随着岸田内阁的支持率持续处于低迷状态，一部分岸田派议员认为，如果没有足够的胜算，岸田应选择退选以保全名誉。拜登退选胜特朗普一家独大，未来格局会发生怎么样的变化？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首任院长、修昔底德陷阱理论提出者格雷厄姆·艾利森认为，只有一点可以确定，特朗普回归后将带来一个更加混乱的世界。其在外交、经济、贸易、气候变化等领域的退出和孤立政策将继续带来无法估量的恶劣后果。因此，美国盟友必须考虑特朗普对冲，加强战略自主，做好相应准备。如果2024年特朗普赢得大选，那特朗普第2任期应该在特朗普和拜登之间进行平衡，以比较温和的方式去推进特朗普主义。从世界多国领导人的表现来看，特朗普似乎已经成了影子总统，已经为他上台在做准备。然而，就像拜登退选一样，特朗普也是一个近80岁的老人了，变数依然是存在的。当地时间2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抵达美国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开始本周对华盛顿特区的访问。按照日程，他将与美国总统拜登会面，讨论新一轮巴以冲突等事宜，还将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然而，随着拜登21号宣布退出2024年总统竞选，内塔尼亚胡此行是否会晤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引发外界关注。按照以色列总理府公布的访问日程，内塔尼亚胡将在当地时间23号会晤拜登。内塔尼亚胡在飞往华盛顿之前表示，他想亲自感谢拜登对以色列的支持。40号演习就从22号起开始5天4夜不间断的实兵验证科目。台防务部门表示，演练的主要科目包含战力保存、整体防空、联合截击与反封锁作战能力等。2大验证重点为去中心化指挥管制及交战规则的运用。现在汉光编队还有一个特点是，他把所谓的当指挥中心被摧毁的时候，那他怎么来应对那这个部分呢，其实就是更加的贴合实际的战略，这也是美军介入之后最大的差别。假设你的连级单位或营级单位跟你的旅级单位，甚至跟你的军团单位出现这种通讯中断的状况，那你该如何来应对？值得注意的是，据台媒报道，本次汉光演习的一大变化是，24号下午将在花莲港演练境外物资转接。报道称，由于台湾是海岛，若台海发生战争，包括能源、粮食在内等物资如何运抵，将成为一大课题。台军方人士表示，这项操演过去也曾举办过，但已许久未执行。但观察指出，解放军联合利剑演习早就对台湾岛进行维和演练，根本没有台军境外物资转接的可能性。任何渲染紧张、以武谋独、以武拒统的图谋，都必将遭到失败。虽然今年台防部门特别强调无剧透不演戏，然而台军吹嘘的无剧本演练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成为岛内社交平台上嘲讽的热门话题。有台湾网友留言称，登陆点就那几处，工事当然提前构筑，除非台湾岛地貌瞬间改变，否则完全无想定，那简直是天方夜谭。
竹围沙滩5月底开始施工防御工事了，挖了壕沟等工事。6月又有台媒爆料，台军方提前在台南安平的洗漱海滩挖掘大规模防御工事。还有台媒报道称，20号有台南民众钓鱼钓到一半，身旁突然被军人包围，事后才得知是教育召集士兵们进行训练课程。你该钓鱼啊，钓到人很少。你看者，两边啊兵哥。我哋钓鱼啊，这是什么经验啊？台退役少将厉正杰表示，这一段视频在网上传翻了，大家都当笑话在看。光这张相片，你知道有多糟糕、多丢脸？你知道？第一个，我们看相片，我从这相片里面，我一眼就看出来，这叫2栋3旅，驻地台南关田，你就是不是泄密？从上面带着背章。所以这个东西第一个错误，第二个错误来讲的话，你看我们这个阿兵哥他所做的动作，他这持枪的动作完全不对。再来的话，你就必须你这个有符合隐蔽掩蔽嘛？旁边是明明就是这个草堆，你为什么不在这边利用那个草堆来讲？就怕苦畏难嘛，对不对？他到草堆里面回来弄了一身脏，我要洗军服要干什么？但是打仗你可以这样子吗7月21号，美国总统拜登发出震撼弹，宣布退出本次大选。同一天，全美50个州的民主党主席举行电话会议，各方均表示将全力支持副总统哈里斯成为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根据美媒的最新报道，哈里斯目前已经获得过半民主党代表的支持，可获提名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方面仍然是火力全开，不仅批评拜登是美国史上最差的总统，还嘲讽哈里斯不堪一击。Breaking news at this hour, President Biden announces he will not run for re-election. Tonight, the breaking and historic news. President Biden says he will not seek a second term, ending his campaign and endorsing Vice President Kamala Harris for the nomination. 当地时间21号下午，拜登突然在社交媒体发表公开信，宣布正式退选，并称他会在本周晚些时候向全国详细说明这一决定背后的细节。虽然此前有传闻称拜登最快于周末官宣，但直到周日下午才由拜登本人宣布。In a letter posted on his account on X, he wrote, "While it has been my intention to seek re-election, I believe it is in the best interest of my party and the country for me to stand down and to focus solely on fulfilling my duties as president for the remainder of my term." 拜登的这一决定让他成为自1968年时任美国总统约翰逊以来，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唯一一位放弃寻求连任的在任总统。民主党参众两院领袖舒默和杰弗里斯，以及众议院前议长佩洛西、前总统奥巴马都赞扬拜登是伟大的总统，退选显示他是真正的爱国者。拜登的退选也让众多民主党选民松了一口气。在白宫外聚集的民众里，有人感谢拜登过去几年的付出，也有人对民主党的未来表示担忧。I wouldn't say I'm disappointed. I don't know that it's going to change things one way or the other. 自美国民众见证上月的2024总统选举首场电视辩论中拜登的史诗级灾难表现后，他日益遭到民主党党内巨大的劝退压力，再加上特朗普经历枪击以及拜登再次新冠确诊，都让他的竞选之路雪上加霜。日前出刊的《欧洲人》杂志的封面报道题为“子弹射中特朗普，但杀死的却是拜登”，就是对7月13号特朗普遭遇枪击案但有惊无险的辛辣评论。美国媒体曝光的更多细节显示，拜登起初一直很抗拒退选。据报道，拜登20号晚仍对多名副手表示将坚持不会退选，但21号下午因感染新冠病毒在特拉华州度假屋里养病的拜登突然对外发表公开信，宣布退出大选。不少拜登的核心幕僚也都是透过社交平台才知道拜登退选的消息，十分震惊。还有报道渲染称，消息传到白宫后，不少职员都哭泣起来。对此，有分析指出，击败拜登的并非其竞选对手特朗普，而是民主党党内的逼宫与分裂。民调显示，拜登的表现其实没有那么糟糕，不过民主党内的墙倒众人推的景象让拜登有些伤心，但更多的是愤怒。拜登退选后，迅速宣布将支持副总统哈里斯接棒参选。有美媒注意到，拜登和哈里斯竞选团队社交平台官方账号名已从拜登总部更换为卡马拉总部。在更名后，该账号发布的第一条帖文称：“欢迎来到卡马拉总部，这里是哈里斯副总统进行总统竞选的官方快速反应页面。”大约半小时后，该账号发布了一张梗图，图中显示拜登和哈里斯竞选的共同目标都是让特朗普承担责任。It was a shock.
But I think it's a good thing so that the Democratic Party can find somebody that they can all rally against and hopefully create some unity because we don't have that right now. 与此同时，民主党内部也迅速行动起来。继拜登后，前总统克林顿、前国务卿希拉里以及多位被视为拜登候补有力竞争者的民主党人，也陆续对哈里斯表示支持。22号，美国国会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也发声明，公开背书哈里斯，称不管是官方、个人还是政治上，他都积极支持哈里斯，还指自己对美国的未来无限自豪和乐观。此前曾有报道指，佩洛西曾暗中策划拜登退选。然而，根据美国选举制度规定，作为副总统的哈里斯在拜登退出后将继承他的竞选资金，而假如民主党换人，则这笔资金只得充公，筹款要从头再来。对于仅剩下3个多月的大选投票来说，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据了解，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21号已提交一项修正案，对其联合筹款委员会的名称予以修改，并重新命名为哈里斯胜利基金和哈里斯行动基金。据报道，这2项基金只是将拜登改成了哈里斯，并继承了此前的现金。哈里斯胜利基金有近4000万美元现金，而哈里斯行动基金则有2300万美元现金。拜登放弃争取连任后，哈里斯的竞选搭档备受关注。肯塔基州州长贝希尔被视为热门人选。他接受美联社采访时表示，拜登退选后不久，哈里斯已亲自致电，贝希尔承诺支持他代表民主党出选。至于哈里斯有没有邀请他当副手，贝希尔拒绝交代通话细节。值得注意的是，拜登的退选激起了人们的捐款热情。据《纽约时报》22号的报道，民主党捐助者正以惊人的速度在网上捐款。数据显示，在拜登宣布退选的前几个小时，民主党在线捐款网站平均每小时收到的捐款不到20万美元，但拜登退选后，当晚1小时捐款飙升至近1150万美元。截至晚上10点，筹集资金超过5000万美元。7月21号成为自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以来，民主党人在线捐款最多的一天。2024年巴黎奥运会将于7月26号正式开启。当地时间21号，巴黎奥组委举行新发布会，表示巴黎未来5天天气晴好。奥运会开幕式将按照原计划在塞纳河上举行。目前，中国体育代表团各运动队已经陆续抵达巴黎，中国游泳队、羽毛球队等正在当地展开适应性训练。巴黎奥组委主席埃斯坦盖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巴黎奥运会开幕式将按原计划在塞纳河上举行，不设其他预案。按照计划，当地时间7月26号晚，各奥运代表团总共约7000名运动员将乘坐85艘不同颜色的船只，在塞纳河上巡游。约3000名舞蹈演员、音乐家和演员将在河流两岸进行表演。埃斯坦盖表示，开幕式当天，法国政府将部署45000名安全人员，以确保开幕式安全举行。而开幕式的幕后纪录片近期也对外公布，延时摄影记录下场地搭建的全过程，效果震撼。当地时间22号，法国总统马克龙视察巴黎奥运村，期间他呼吁在奥运会举办期间实现全球休战。马克龙当天上午视察了位于巴黎北郊圣丹尼市的奥运村。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即将开幕的巴黎奥运会将成为法国国家生活的核心，世界各国运动员也因奥运会相聚法国，这是一次体育盛会，也应是奥林匹克与政治休战的时刻。马克龙还专门视察了奥运村里设置的警察局。他说，法国已经动员和部署警力，为保障奥运会开幕式和全部比赛做好准备。同一天，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与多个奥运代表团的运动员一同在奥运村出席了本届奥运会奥林匹克休战墙的揭幕仪式。期间，巴赫也呼吁通过本届奥运会以体育为契机，促世界和平。Today, you, the Olympic athletes, you are the peace ambassadors of our time. You are coming from the territories of all 206 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s and the IOC Refugee Olympic Team. May this call inspire all the political leaders of the world to finally take action
for peace. Together we say, give peace a chance. 奥林匹克休战是国际奥委会根据古希腊奥林匹克休战传统而设计的一项和平活动。自2004年雅典奥运会发起休战墙签名活动后，奥运会主办城市都会在赛事时建立奥林匹克休战墙，借奥运会的影响力呼吁和平。目前，各国体育代表团也陆续抵达巴黎。中国体育代表团所在的住宿楼就位于塞纳河旁，楼外挂满了5星红旗、中国结和加油中国的横幅，还有一只憨态可掬的大熊猫引人注目。中国乒乓球队、跳水队、射箭队、体操队等赛程靠前的队已经入驻巴黎奥运村，加上团部相关保障人员，中国体育代表团目前全部入驻人员在80人左右。感觉五彩斑斓的第一印象，然后志愿者还有就是很多工作人员都特别多，然后办理的进来也很快，非常的激动吧。然后终于来到了村里面，然后我们也觉得这几天的训练也到了一个要比赛要验证的时候了。我们肯定是全力以赴，然后我们团队有团结，完了有拼搏，完了这一次我觉得应该是能把训练的东西给展现出来。巴黎奥运会乒乓球项目将于27号迎来首个比赛日。当地时间22号，中国乒乓球队在南巴黎竞技场展开赛前训练。樊振东、林高远、陈梦、王曼玉都在积极对练找感觉。中国乒协主席刘国梁在现场指导，还给孙颖莎、何卓佳当起了裁判。中国乒乓球队的孙颖莎还被奥运官网列入最值得期待运动员名单。年轻嘛，我其实觉得就应该奋斗嘛。比我年龄更小的这些，不管是体育啊还是学生，我觉得都面临不一样的压力。希望他们也能够以后在电视上或者说看到我的时候，能够成为他们的榜样。在休息期间，国乒的女队员们结伴来到了奥运村各处打卡。与吉祥物合影留念时，孙颖莎在合影中还踮起了脚尖。中国女排也已经完成了到达巴黎后的首次训练。巴黎奥运首秀将在北京时间7月29号23点进行，对手是美国女排，期待女排姑娘们的表现。巴黎奥运会跳水项目将在北京时间7月27号至8月10号举行。中国跳水队也顺利完成了在巴黎的首次训练，整支队伍迈入备战奥运会的关键冲刺阶段。虽然长途飞行后的时差困扰让队员们稍显疲惫，但全红婵、陈雨希、陈艺文等训练起来都十分专注，状态不错。我的头发巨油，可以炒菜。我好像没睡过，根本你可能没睡耶。比我想象中好，我以为我会比较紧张嘛，其实还可以，感觉就比想象中更平常心一点吧，没有那么多波动。这来都来了嘛，全力以赴呗。